Hello，好耐冇翻過屋企錄片啦。大家都見到啦，背景即係我嘅 Home Sweet Home。咁所以咧，其實今日咧，呢段影片同平日有少少唔同嘅，咁就唔係一啲好資訊性啦，唔係同你哋講個市場動向，唔係講入市價、指示位，唔係講股票 number 啦。總之，咁其實係唔係一個 technical 嘅 video，咁係想同你哋有個心血來潮啦，咁想同你哋傾下偈咁樣嘅，咁所以咧就 casual 少少喺屋企做呢個錄影。今日其實係想同你哋講咧，一個連巴菲特咧都冇話俾大家聽，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秘訣，去成為一個成功嘅投資者嘅秘訣。咁咧，佢冇同你哋講，咁我代佢同你哋講。係啊，我成日都同你哋講啦。一個成功嘅投資者要學識長線投資。咁當然啦，巴菲特都成日去提醒大家做長線投資。咁巴菲特可以講係當今史上啦，即係最成功嘅投資者之一，亦都係個大富豪，亦都係巴郡嘅 CEO。所以咧，基本上佢睇落去係財政非常之穩健。大部分嘅人都認為啦，包括我同你都會覺得，就算巴菲特佢唔投資嘅話，都有足夠嘅錢去生活，過得好安穩。所以咧，好多人就會話啦，我又唔係巴菲特，我冇佢咁有錢，我唔會有無限嘅錢好似佢咁樣不停喺低位撈貨吸貨。所以咧，嗰啲人咧就話自己係做唔到長線投資。係，雖然你咧係認同巴菲特咁講啦，你認為係啱嘅，長線投資先係應該要做嘅嘢，但係睇住個市係咁跌崩盤，你又冇資金喎，差唔多係好似係無能為力啦。近期我真係聽到好多人都咁樣講，所以咧不其然咧就已經有人問啦，其實我係咪真係要好似巴菲特咁有錢先可以開始投資呢？因為我都冇能力去做到長線投資。但係事實上咧，你係唔需要先成為有錢人咧、大富豪咧，你先可以開始投資嘅。喺呢段影片咧，我就一步一步咁樣同你解釋點樣咧可以唔需要成為有錢人之前咧，你都可以投資。好，我俾個例子你先。有個叫 A 先生，佢投資100蚊咧去呢個股票市場上面，佢自己咧就冇一個額外嘅收入嘅。所以咧，如果佢每日要買一袋麵包嘅話咧，嗰袋麵包係5蚊的話咧，即係話佢每日要喺股票市場度咧有5% 嘅回報，先可以買得起佢每日需要嘅麵包。而另一個咧就係 B 先生，佢亦都係咧投資100蚊喺呢個股票市場上面。佢同 A 先生有唔同嘅地方咧，就係佢有份工，佢每日咧喺份工度咧會最少得到5蚊嘅收入。所以如果咧股市當日咧冇俾到5% 嘅回報佢咧，佢仍然有足夠嘅錢去買麵包，生活如常。即係話，如果呢個股票市場嘅回報係用嚟應付你嘅生活開支的話咧，如果呢個股票市場萬一係下跌咗，或者有好大嘅波動的話咧，你個心情會變得非常之緊張，你控制唔到自己咧，要不停咁樣睇住個市，睇住個圖，睇住啲價。呢度係講緊今日嘅生活費、聽日嘅生活費、下個月嘅生活費。阿 A 先生因為佢要由投資嘅錢裏面咧攞佢嘅生活費出嚟，所以佢冇選擇啊，所以佢要不停咁樣睇住個圖。佢係好努力啊，佢係好努力咁樣每日去 check 住個價、check 住個圖、check 住個市場走勢。其實如果你真係想進行呢個長線投資嘅話咧，遠離同埋避免去成日睇呢個股票價格咧，係非常之重要嘅一環。但係如果你真係要買麵包，好似 A 先生咁，佢係冇選擇地不停咁樣去睇住股票價格，睇住啲圖。即使佢睇完我啲圖，自己唔做買賣、唔做交易的話，佢仍然咧係會搞到佢身心疲累，非常之焦慮，唔知點算好。咁我早2日咧有個 friend 打電話俾我，佢話咧 Ring 啊，我睇咗你咧幾日前個 video，你又話咧你喺度諗都會有一個大約6個月嘅下跌期啊。咁點解你又喺個 video 有講，你依家咧就分住去買啲大盤 ETF 啊，同埋買啲龍頭股咧？點解唔等下先？點解你要依家買咧？咁其實咧嗰陣時佢問我嘅時候咧，我係
靜咗，突然間停一停，我喺度諗，其實我唔係冇答案喎，我有答案，但係咧佢呢個問題咧，好似係提醒咗我，佢問呢個問題背後嗰個原因，點解佢要問呢個問題？係可能阿 A 先生同 B 先生佢哋冇分別嘅，兩個同樣都係擺100蚊入去呢個市場裡面，去呢個股票市場度投資，兩個都係100蚊同等嘅價值，但係因為 B 先生唔係靠呢筆錢去買麵包，所以 B 先生咧就唔擔心呢筆錢喺短期內出現咗一個價格嘅波動，所以 B 先生喺心態上面佢係有能力去繼續等待咧佢呢個投資為佢帶嚟嘅成果，佢係有耐性。但係如果係好似 A 咁，佢係靠呢一筆錢去買麵包嘅話咧，A 先生咧就唔想有風險啦。A 先生會非常之相信或者去努力去令到佢相信佢自己眼光，佢會想喺最低位、更低位、無風險嘅低位度入市，而佢賣貨嘅時候咧，都好想係最高位，再高啲，再高啲，有幾多賺幾多嘅時候咧，佢先賣出。喺呢度係 A 先生同 B 先生，佢哋兩個人睇100蚊嘅價值咧都唔同。B 先生因為佢嘅資金來源咧，其實係嚟自佢嘅技能，透過佢嘅技能，佢喺工作上面獲得一啲回報收入。而 A 先生係相反，因為佢冇其他嘅收入來源，而問題咧就喺度發生啦。咁你可能會問，咁我應該點算好咧？答案就係你投資所得到嘅收入，唔係應該攞嚟係應付你嘅日常生活開支。頭先我講呢個收入來源啦，即係 income source 咧，係其中一個我所謂講嘅安全網啦。呢個安全網呢個 layer 其實係幫你去繼續進行你嘅投資，唔使喺中途放棄。頭先嗰個就係第一個安全網，咁依家咧我就會講第二個嘅安全網啦。第二個安全網咧，我叫佢哋5個錢包。咁呢5個錢包咧係包括啲乜嘢咧？分別就係教育啦、投資啦、娛樂啦、生活必需品同埋呢個緊急基金。咁每一個錢包咧，其實都係有一個目的，有個原因喺度。5個都係咁重要嘅。咁因為今日個 topic 係講點樣成為一個成功嘅投資者啦，咁所以咧，我今日會 focus 喺呢個緊急基金呢個錢包上面。咁其實咧，以往我都提咗好多次喺唔同嘅影片度都有講過話，你係應該需要有6個月嘅緊急基金。呢個緊急基金其實係一啲生活費啦，將你每個月嘅生活支出咧，你一個總數，而呢個總數咧乘以6就係你個緊急基金啦。咁當你儲咗呢個緊急基金嘅話咧，就係攞嚟應付你一啲突如其來又突發嘅事情嘅時候咧，你就有筆錢去應急。咁因為你已經準備咗，提早預先準備呢個緊急基金，令到你咧有呢個安全感。安全感亦都話俾你聽，即使你今日發生一啲好緊急或者不幸嘅事件發生嘅時候，你亦都唔需要由你嘅投資戶口裏面去 draw 啲錢，拎啲錢出嚟去應付呢啲突如其來嘅事情，因為你已經預先準備好有一筆錢係 for 呢個 purpose。其實對我自己嚟講咧，呢5個錢包裏面咧，呢個教育呢個錢包咧，其實係同呢個投資係有關係，而且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咁我之前咧喺唔同嘅影片有講過呢個技能，點樣去發展自己嘅技能，因為我自己非常之相信最重要、最重要、最有價值嘅資產咧，唔係股票，唔係債券，唔係黃金，係你自己。投資落你自己身上，你先係最緊要、最緊要嘅資產。學一個技能，嗰啲知識投資落去係永遠都唔會有人攞走，係永遠都會跟住你。而呢個技能咧，亦都唔會因為呢個市場熊市崩盤咧而冇咗、下跌咗。你投資落自己技能身上咧，呢個回報率咧係永遠都係正數、正回報。你唯一需要嘅咧係一個技能，而唔係我呢個 YouTuber。所以咧，呢個亦都係我一直深信嘅嘢，亦都係我點解每一次喺個 video 都同你講呢個唔係投資嘅建議。投資咧嘅之前你要自己做功課。真係咁樣認為，你係唔需要去睇 YouTube
聽我呢個 YouTuber 去了解個市場，去所謂做功課。因為其實我根本就唔相信你係需要睇一個 YouTube video 去做投資決定，你都唔需要聽我呢個 YouTuber 去話俾你聽，你應該買入定係賣出。你只係需要一個 skill，你只係需要一個技能，一個知識去幫你協助你去做投資決定。因為咁，我所以整咗一個課程。呢個課程咧係我聽到好多唔同嘅聲音，係不斷咁樣問我問題之下，我下定決心去做嘅。佢哋好想去學一個技能，去擁有呢啲財務知識，但係咧喺出面咧，佢好難揾到一個課程係可以簡單咁樣有系統咁樣教佢哋去投資。我呢個課程咧整咗出嚟係教佢哋點樣去做一個估值模型，教佢哋點樣去睇公司嘅年報，點樣去分析公司背景，亦都教佢哋點樣去分析呢啲財務數據，點樣去睇呢個會計，點樣去睇呢啲報表。如果你真係想去學嘅話，你可以喺下面擺咗條 link 喺下面，你可以睇一睇。呢一個咧係可以 refund 嘅課程。如果你覺得冇用嘅話咧，你絕對係唔需要付錢付費，你可以 refund 嘅。even 你如果唔想買呢個課程，你可以好簡單咁樣去書店嗰度買一本書，買一本真真正正教你咩叫投資嘅書。我真心咁樣認為，要去開始你個投資，去為你嘅財富增值之前，最重要嘅嘢唔係要去睇 YouTube 抄 number、抄入市位、賣出位，最重要係先係要去磨練、去學習、去增加你嘅知識。有咗呢啲知識嘅時候，你就會有選擇，有自己嘅思想，有能力去自己做功課。去到第三個安全網咧，我會話呢一個安全網係唔單止幫到你咧成為一個成功嘅投資者，仲係可以幫到你咧活得更加開心，可以叫做。以巴菲特嚟講啦，佢雖然佢咧係一個億萬富翁，唔知你哋知唔知？佢仲係住緊咧，佢係喺1958年嗰陣時買落嘅一間屋，佢係住到依家。佢亦都多次喺出面同人講嘅時候咧，佢就話其實我 prefer 去搭公共交通工具多於一個 private jet。而大家都睇到佢一直都係用緊一啲好普通嘅、好簡單嘅車啦。雖然佢絕對係有能力住豪宅、買跑車，但係咧佢冇咁樣做到。我唔知你哋有冇睇過之前咧一段影片係講呢個minimalism， 就係一個極簡主義嘅 topic 嘅。咁其實咧，我一直喺度 practice 緊，係做一個 minimalist 啦。我都係做呢段影片咧，做資料搜集嗰陣時先至知，咦原來巴菲特都係 part of this 嘅喎，都係做緊 minimalist 嘅嘢。其實極簡主義咧，即係 minimalism，其實佢有個解釋嘅。佢嘅解釋就係你只係擁有一啲對你生活上面有意義嘅物品。即係話咧，你只係 keep 一啲物品係俾到你一個特別嘅價值嘅時候咧，你先去保留。其實咧，唔知你哋有冇留意到啊？我見到就係市面上好多 marketing 啊廣告嘅嘢咧，係無時無刻喺你身邊出現緊。簡單講句，好似喺度誘惑緊我哋啦，即係你要買呢個買嗰個，即係鼓吹你去消費嘅模式。而佢哋嘅目的咧，就係希望你消費買更多，基本上咧對你嚟講冇意義、冇價值嘅嘢。而呢啲咁嘅廣告 marketing 咧，亦都營造咗一個假象。呢個假象就係令你覺得，我只要買咗呢樣嘢，擁有咗呢樣嘢咧，我就會變得成功，我就會變得開心快樂。其實咧，擁有一啲無關重要嘅嘢咧，擁有得太多嘅時候咧，唔單止係浪費咗你嘅金錢，你花費咗喺上面買咗佢之後，你仲係需要花時間去整理、打理呢啲咁嘅物品。而咧打理嘅過程裏面咧，其實會令到你 distract 咗你咧，去失去專注去一啲你應該要專注嘅嘢上面。
咁究竟極簡主義可以俾到你啲乜嘢咧？對我嚟講係俾到你另外一個第三個嘅安全網去幫你做呢個投資，而成為 minimalist 最大嘅好處係令到你有更多嘅自信，係令到你有自信，即使係你失去晒所有嘢，你仍然係可以繼續生活。咁可能你哋都睇到，我冇電視屋企。而我成日都着舊衫，我呢件衫咧都買咗好多年嘅。以前翻工喺香港翻工嘅時候都有着。咁其實事實上咧，我曾經幻想過好多次啊。如果我真係失去晒所有我依家有嘅嘢，我會點咧？我仲可唔可以生存到咧？我嘅答案係可以，絕對可以，因為我好清楚我需要啲乜嘢去生活。我要留啲乜嘢喺我身邊度，而我對一啲生活支出嘅金錢嘅恐懼咧，係冇其他人咁多。透過擁有更少嘅嘢，你可以 focus 翻喺更多你需要 focus 嘅嘢上面。你可以 focus 喺自己嘅感覺上面，自己嘅計劃上面。透過擁有更少嘅嘢，你唔需要去分心去照顧其他嘅嘢，令到你更多嘅時間，更多嘅專注力放喺你應該專注嘅嘢上面，例如你自己個人嘅感覺，你自己原定好嘅計劃，同埋其他對你好重要嘅人同埋事上面。由於你有一個更 stable 嘅 mindset，令到你可以更加 focus 喺你原定好咗嘅投資計劃上面。你講好咗嘅長線投資咧，你講好咗要等呢間公司嘅發展嘅目標咧，呢啲就係所謂你當初你最 original 嘅投資計劃。透過呢個第三層嘅安全網，會令到你少咗貪心，少咗投訴，少咗比較。咁其實我頭先所講嘅三種嘅安全網咧，都可以算係 intangible。咁而呢個 intangible 嘅嘢咧，會令到你要實行你嘅計劃嘅時候咧，其實一啲都唔易。咁譬如有人問我啦，喂，你睇呢個股票咧，6個月之後個回報係點啊？我應唔應該要買呢隻股票啊？咁樣，因為其實我唔覺得我可以答到你。一嚟我唔知你有幾多資金，我唔知你個背景，我唔知你嘅投資目標，我唔知你個 portfolio 你個組合係點樣安排。雖然我預估咗呢個股市係有呢個6個月左右嘅下跌期，但係其實我唔係喺度估緊，我唔係靠估佢有6個月嘅下跌期而去安排我嘅投資計劃，而我去做呢個預估，只係幫我去認清我嚟緊面前嘅風險係乜嘢。所以其實我嘅投資計劃唔係 based on呢個市場嘅波動有幾高有幾低，而係我透過我去預測、去預估，而去明白我面臨緊嘅風險有幾多，然後再按照我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去制定一個計劃，for 我呢個投資嘅旅程裡面去做嘅。而當呢個股票下跌到去我認為合理嘅水平嘅時候，我就會按照我原定嘅計劃就去入市去買入股票啦。因為冇人真正係可以 time the market，冇人可以話俾你聽幾時升幾時跌。連巴菲特都講咗好多次，佢冇呢個能力去預測呢個股市會發生咩事，幾時係升幾時係跌。所以我可以話我嘅預估係為我自己作好一個準備，去俾我一個有個心理準備，我面前面臨緊嘅風險係乜嘢嘅啫。其實我記得我之前咧，我見到市場上面呢個槓桿嘅數字好高，同埋呢個 IPO 嘅數字好高嘅時候咧，我有出過一段影片。我嗰陣時咧係提醒大家，喂，有呢個泡沫嘅風險，有呢個泡沫嘅可能，大家要注意。咁我記得嗰陣時咧，我呢段影片咧出咗之後，我係睇過留言，個留言上面咧好多人留言 ，Ring 今次係唔同嘅。今次係同以前嘅泡沫唔同嘅，你睇下美國聯儲不停咁樣印銀紙啊，唔會跌嘅個市。同樣
今次喺呢個大跌市啊崩盤嘅影片裏面咧，好有趣地咧，我又發現類似嘅留言。Rain 今次係唔同嘅，呢個跌市咧係非常之悲觀，呢個熊市唔會完結㗎啦。其實無論係牛市、熊市嘅期間咧，都有人同我反映類似嘅留言，就係呢個好熟悉嘅句子，就係話今次係唔同嘅，今次係同以前唔同，即係話仍然市場上面係好多好多人咧去嘗試去 predict the market。去 time the market 個市會升到幾多，或者會跌到幾多。咁正如我頭先所講，既然冇人可以好準確咁樣預測到個市場係會發生咩事，係跌到幾時或者升到幾時，我哋只係可以喺事後，喺升市之後或者跌市之後，去再按我哋原定嘅計劃去行事。去按你自己可以承受風險嘅程度，你預估咗嘅風險嘅情況去進行你嘅投資計劃。所以我可以話，投資嘅重點係點樣去執行你嘅計劃，而點樣去執行我哋計劃呢？背後最重要嘅嘢就係心態。而我頭先講嘅3個嘅安全網，呢3個 layers 呢，就係可以幫我哋去建立一個作為成功投資者最重要嘅心態。好，你都可以留言話俾我聽，你點樣睇呢個心態同埋安全網呢啲 idea 呢？你覺得你欠缺咗一啲咩嘅元素，令你成為一個成功嘅長線投資者呢？今日就到此為止啦。你都留言話俾我聽，你中意我喺屋企錄影啊，定係喺 studio 錄影啦？同埋記得 click 幫我 like、留言、share 同埋訂閱。下次再見，拜拜。